1931年5月，一位日本建筑学家关野真从北京出发，前往河北遵化调查清东陵。路过蓟县时，关野真向车窗外看去，独乐寺山门巨大的屋盖映入他的眼帘。关野真判定这应该是个古老的建筑，于是当即停下车，进入寺内参观。山门、观音阁和2座建筑里的大塑像都让关野真无比兴奋。一圈看下来，他迅速做出判定，这些是辽代建筑、辽代塑像。回到北京之后，他拜访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潜，告知他独乐寺的发现。中国营造学社也找到了独乐寺在辽代统和时期进行再建的关键史料。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，是一个以中国古代建筑为研究对象的私立学术团体。学社成立后，朱启潜先后聘任了梁思成、刘敦桢等一批受过系统建筑教育的年轻学者来学社工作，将西方建筑学、测绘学与中国文献学结合，工作重点也逐渐从文献研究转到田野实物调查上面。从1930年至1937年，营造学社成员调查了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的2000多处古建筑。营造学社田野调查的第一站就是独乐寺。1932年春天，梁思成一行来到蓟县，对独乐寺进行实地研究，考证寺史，确认了山门和观音阁2座建筑为辽代建筑。回京后，梁思成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，撰写了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》这篇建筑史上重要的文章。之后，梁思成又前往和蓟县相邻的宝坻县广济寺，在寺内的3大侍殿发现了宋代营造法式里所称的掣上鹿鸣灶，并不无惊喜地写下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，又得一个辽构，实为一个奢侈的幸福。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虽历经磨难，但保存至今，是中国现存的8大辽构中的2座。而广济寺却毁于旦夕，其独特的建筑没能流传于世。1947年11月，为使参加东北大反攻的军队顺利通过宝坻县境，当时的宝坻县民主政府县长下令动用1000多民工，将广济寺全部拆除，取其物料用于济运河白龙港大桥抢修。到了2005年，广济寺在原址重建，2007年完工，